所有来意大利学语言的外国人的必经之处，即使你没有经过，你的意大利文检定考卷也会被送到那里去批改哦。没错，我说的就是意大利最古老、最著名的大学城之一佩鲁贾。加嘟滴，我是淘淘，欢迎来意大利找淘淘。前面呢已经介绍了比萨卢卡、佛罗伦斯、罗马、梵蒂冈等旅游攻略，还没有看过的朋友记得点上方小卡片哦。废话不多说，这一集就是让你轻松掌握佩鲁贾的必玩景点路线、必吃美食以及住宿区域选择以及避雷指南，真的是干货满满，赶快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！我们呢，终于来到了翁布里亚大区。这个大区的首府呢，就是佩鲁贾。这个大区的地形呢，景观非常的丰富，山谷、山脉、高原、平原绵绵不断。这边呢，大部分的城市呢都是盖在丘陵上哦，所以避雷提醒，几乎呢这边每个城镇呢里面都有各种的上下坡，平面的路呢几乎是少之又少，所以拜托大家来参观一定要穿好走的鞋或是球鞋哦。抵达佩鲁贾的方式呢有火车跟自驾，自驾的朋友我强烈建议你把车留在火车站附近，市中心大部分都是古迹区，车子是开不进去的哦。搭火车的朋友避雷提醒，不要傻傻的用脚一路往上爬到市中心哦，会累死，相信我，因为我爬过。建议呢，你可以搭乘他们的迷你捷运，距离1号月台约100公尺呢，你就可以看到。相信我，它真的会救你一命，要不然真的会爬到累死。第一天的旅游地图在这边。来佩鲁贾呢，你一定会经过11月4号广场，一直到今天呢，都是一个聚集人们活动、重要事件的发生的一个地方。比如说像是翁布里亚爵士音乐啊、欧洲巧克力展以及国际新闻等重要的活动，都还是会在这边举行哦。圣罗索大教堂由八角柱呢分成3个中殿，18世纪的哥德式建筑覆盖着大理石、灰泥和精美的镀金，非常的漂亮，真的很美。教堂内收藏的艺术品也非常的多，大家可以在这边至少抓1个小时，慢慢的参观。主教宫是市政厅的一部分，3楼呢是翁布里亚国家美术馆，是哥德式风格的建筑，建立于1293年到1443年之间。最值得参观的呢就是公正厅，位于呢宫殿的北侧，由8个拱门支撑的拱顶，壁画呢来自于13世纪由法尔内托大师以及圣基亚拉表现主义大师完成。翁布里亚美术馆拥有意大利最丰富的收藏艺术品之一的美术馆，同时呢也是佩鲁贾呢记忆的宝库，对于佩鲁贾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术馆。3500平方公尺的展览空间，有超过40个房间、1座塔楼以及1个小教堂。淘淘在这边整理一下必看的作品如下。佩鲁贾中世纪水道，走在这些巨大的拱门下，欣赏这整个城市的美景。其实呢，你走在的是将近1000多年前建造的水道上。这条水道的目的呢，是将水运到佩鲁贾的市中心，建立于1254年，目的呢是满足当时佩鲁贾的用水需求。由于城市呢在那个时期有大量的扩张，以及人口迅速的扩张，那这个整个长度为4公里，起点呢是帕恰诺山，这个山上是拥有非常多的山泉水，一直到今天呢，佩鲁贾的中世纪水道呢，一直都还是保存的完好，成了佩鲁贾的活历史。大家呢一定要去走看看哦。太阳门是佩鲁贾伊特鲁里亚城墙的古城门之一，也是佩鲁贾的城市的最高点。从这里呢，不仅呢可以欣赏到整个佩鲁贾，还可以看到呢整个壮丽的景观。这边呢还可以看到阿西西和翁布里亚山谷的一个部分哦。避雷提醒，这里要用爬的，怕热的朋友呢一定要避开中午，因为呢会非常的热，没有什么遮蔽物哦。圣塞韦罗小堂，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教堂哦，里面可是有大宝藏。这个圣塞韦罗小堂，它位于佩鲁贾的圣塞韦罗教堂复合建筑中的一个部分。现在呢，它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，专门展示拉斐尔和佩鲁吉诺的3一圣像壁画。前半段呢是由拉斐尔完成，后半段呢是由佩鲁吉诺来完成。真的是2位大师所创造的奇迹。里面是可以拍照的，但是记得绝对不可以用闪光灯哦。
伊特鲁里亚井。这口井呢是在公元前3世纪盖的，是不是非常的惊人？完全证明了当时伊特鲁里亚人他所达到的文明程度。井的规模呢跟当时同时代所建造的水库非常的不一样，所以专家当时推测，它最初作为呢是一个水缸，后来呢改造成一口井，以达到深水城的地下水。至今呢仍是由3条水脉供给哦，是城市中非常重要的水源之一。这口井呢被一系列的镶石板覆盖，有一个巨大的石梁系统来支撑，每一根梁柱呢都重约8000公斤哦，而且当时你们要知道，它是在完全没有灰浆的一个情况之下安装完成的。古代人的技术真的是非常的厉害，走在里面的感觉很神奇。地雷提醒来参观的朋友呢，最好要穿防滑的鞋子哦。虽然呢阶梯都有做防滑处理，但是还是有点滑，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哦。保利纳城堡哦，如果你是开车来的朋友呢，你可以将你的车停在 Piazza Partigiani 这个停车场，然后呢搭乘手扶梯到市中心。没错，它这里有手扶梯，是不是很贴心哦？手扶梯呢，它其实有一个部分呢也会穿过保利纳城堡，所以呢搭手扶梯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。这座呢堡垒呢，它是教宗权力的象征哦，它呢是在对抗佩鲁贾人发动的盐战争后取得胜利的一方。堡垒呢是由 Antonio da Sagalo 他规划的，它是当时呢最著名的军事建筑师之一。这座堡垒呢有2个独立的堡垒完成呢，通过3条呢固定的一个步道呢把它两者相连。那其实佩鲁贾人呢一直非常讨厌这些堡垒，因为毕竟他们是输了嘛。在1860年佩鲁贾并入意大利王国以后呢，他们就把地面上的堡垒就摧毁了。不过地下呢还保持着非常的完整，很值得大家去参观一下哦。第一天的美食地图在这边。这间呢是历史悠久的百年甜点店，咖啡厅里面的内装真的超级美，大家一定要来这里拍照哦。它天花板呢是由佩鲁贾的画家精心画制而成的，里面的家具呢都是19世纪末的家具，由坚实的胡桃木制成，一种新艺术风格为特色为主哦。使用大理石、水晶、银餐具以及同一时期的瓷器茶具来服务客人，真的是有种哇，觉得自己瞬间高级了100分那种感觉。最受欢迎甜点呢有巧克力蛋糕、泡芙跟佩鲁贾的纽结蛋糕，这3样真的是必点哦。其实我们很幸运，原本要吃的那间餐厅呢，它没有位置。后来我们在路上就偶然发现这间餐厅，后来才发现它其实是当地人推爆的道地餐馆。开胃菜呢，我们点了生火腿跟猪头猪肩肉冷盘。如果你没有吃过什么是猪头猪肩肉冷盘，你一定要试试看。就像我们会吃凉拌猪耳朵那种感觉吗？它这里呢会吃猪头皮、猪肩肉，吃起来完全不行，超好吃，而且超级软。意大利面呢，我们选择了它的拼盘，拼的是2种口味，手工辣酱意大利面跟短管香肠扁豆面。我个人非常推荐它的手工辣酱意大利面，不会真的很辣，但是它的番茄跟辣度那个调配真的是比例很好，很像那种回到家感觉那种吃那种辣拌面的感觉，非常好吃。这间呢是佩鲁贾人推爆的意大利面小吃店，没错，我们又来吃意大利面了。如果呢你想要找 CP 值很高，而且是以面食为主的朋友呢，这间我超级推荐。它的餐厅位置很小，它里面呢只有4、5张桌子而已，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买外带，以后呢可以到附近的广场上吃。喜欢开心果的朋友，我跟你讲，你们一定会很开心，一定要点他们家的开心果系列，真的会吃到满满的开心果爆浆那一种，吃完也会心情很好，开心到不行。住宿推荐区域呢，在这边。基本上呢，佩鲁贾市区很小哦，所以呢，你只要是待在市中心的范围，都算是安全，不用太担心。以下呢，分成文青区、家庭区以及年轻人区，赶快截图。好，以上呢就是佩鲁贾1日游48小时2日游的第一天的行程，以及佩鲁贾的住宿推荐。如果你喜欢淘淘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淘淘带你看更多的台艺大不同。Ciao, a presto!